嗨，大家好，今天北美时间3月8日下午了啊，这个我拖了一个周末才来做这个周度提要，因为这周末呢或者说上周末，就是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呢，这个消息还是比较乱的我也想等等这些消息的一些真实的东西，或者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等整体的一些信息出来然后再来做这个下周的一些提要。反正呢，现在整体的就是全球一片乱啊，美国一只脚其实实际上已经跨进了衰退了。然后，剩下的这些东西呢，我一个一个去讲啊。我们继续往下，先免责声明还是放一下啊，这个所有都是不构成投资建议或者推荐的啊，这个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啊。先说一说上周的情况啊，上周的情况呢，其实大家都明白啊，大家都明白这个，整体呢，反正美股是开启了这个继续下挫啊，标普的年线，也已经是直接跌红了啊，已经低于12月份的收盘价了，所以是不是整体的美股开启了一个下跌的态势啊？我觉得大概率是的，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我一会儿再慢慢的给大家解读啊，就是这个要去解读一下这些东西了。其实道琼斯也开始跌了啊，也是跌得非常离谱啊，两个大长下影线。好吧，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情况啊，整体的一个情况呢是这个样子。然后美元指数呢是继续上升的啊，这个多的新闻呢，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啊，这个先回顾一下上周的一些新闻。上周的一些新闻呢，首先第一就是大家要明白这个美伊局势，美伊局势呢，这个林肯号交火啊，罗生门与三艘航母围堵啊，就是反正那边呢说是打了林肯号，这边呢3艘航母集结啊，布什号也去了，这种规模是近年来罕见的一种事情啊。然后我一个一个讲啊，先把新闻讲完了，我们再来做最后的总结的解读。第二呢，就是上周五美东时间上周五下午3点钟爆出来的 OpenAI 与 Oracle 分手啊，就 Stargate 项目缩减内幕，呃，融资与选址纠纷啊，双方在德州扩建计划宣告失败。Oracle 因为1000亿的债务包袱呢，无法满足 OpenAI 激进融资条款，且 OpenAI 频繁更改算力需求啊，它也没有办法不更改啊。大家都知道，它由于这个和五角大楼的关系，其实上周已经出现了退订潮啊。这个不管它不管是这些退订的这些数量有多少啊，至少是对他来说，只要一开始退订，多多少少肯定是会有影响的。而且大家现在都比较喜欢这个 cloud 对吧？喜欢 Anthropic，因为 Anthropic 还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啊。反正 OpenAI 这个毒瘤呢一直是没有底线的。至于这个 Stargate 呢，我周五的时候我也说过啊，现在关键看 Meta 入不入局啊。如果 Meta 入局的话，其实 Stargate 这个也还好，或者说 Oracle 基本上也还能来得及去做一些调整啊。如果说不来的话，那估计这个事情就有点了黄仁勋呢肯定是急于当调解人啊，希望 Meta 入局。因为如果 Meta 不入局的话，Stargate 项目一停或者一缩减的话，那英伟达也炸掉了，对吧？他自己的东西也卖不出去，所以其实现在最急的，呃，英伟达也是很急啊，就是英伟达一急，那后边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狗屁存储啊，对吧？这个 SMH 啊，包括这个光模块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不都一堆都得 GG 对吧？然后还加上这个私人信贷流动性踩踏，贝莱德与黑石封盘。贝莱德呢现赎260亿规模的信贷基金，本季度收到了9.3的赎回请求，被迫触发了5%的流动性阀门。黑石呢，为了稳住信心，不仅将赎回上限临时调高到了7%，员工还自掏腰包注资4个亿啊，以应对提前压力。反正后市呢，就市场开始质疑底层资产的战乱，在高利率和战乱的背景下的真实质量，恐慌情绪延续至蔓延至二级市场。这个事情其实我在充电群我已经给大家讲了他妈的3、4个月了，就是说这个信用利差一直在低位，一直在低位，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进去了。我之所以一直说大家不要去搞这种远离大科技啊，就是我其实从去年10月份、11月份就一直在劝这个充电群，或者说这个我视频下边的一些朋友啊，就是
看我视频的一些朋友，我一直在劝你们，就说让你们远离 AI，远离大科技啊，大家去做一些消费啊，做一些消费，做一些这个工业的这个配置啊，不是说不是说工业和消费就一定不跌，但是至少它是有真现金流撑住的啊，它是有现金流扎扎实实有现金流的啊，不像 AI 很多是靠吹估值的。所以大家要理解当时我为什么一直在劝大家去躲工业、躲消费啊。当然，战争这个事情呢，我是没有想到的。那你这个呃，不管是石油上涨也好，或者干嘛也好，对吧？造成了通胀压力也好啊，这种高利率环境下，包括这个关税啊，又从这个10%到了15%，这些狗屁玩意儿啊，就是搅屎棍干出来这些搅屎的事情啊，不管它怎么样，工业和消费肯定是，而且我让大家去的消费还是去的服装啊、鞋帽啊这种你跑不掉，你必须要买的东西啊。我从来没有说让大家去压住麦当劳啊、Starbucks 这些东西啊，或者说去压住航空公司对吧？所以大家理解了我当时从11月份为什么一直在躲大科技啊，就是我们其实最后抄了一点点的科技是真实这个板块已经到底了，对吧？至于是哪个板块呢？肯定就是软件啊，但是软件里边也不是所有的票我们都抄进去啊，给大家挑的票呢，肯定都是错杀的啊。然后油价呢，反正周末呢，这个据说是 Hyperliquid 已经是突破了115啊，反正还有1个半小时就开盘了啊，这个期货开盘我们再来看。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呢，我就要倒回去说前面的这些东西了。首先第一呢，美国其实现在整体的上周的就业数据很烂，对吧？加上石油的这个冲击，石油一上，美国的通胀肯定会上，PPI 也高起。其实现在来说，美国已经一只脚跨进了衰退了。唯一还要等的呢就是 GDP，但是 呃 GDP 呢，其实我也给大家说过，就是我在某个专门写文字的地方某信写文字的地方我也写过，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GDP 完全是由于 AI 的这种投资拉上去的。如果 AI 的趋势塌了包括 Oracle 也好，或者这些数据中心Stargate 这些数据中心的趋势塌了，下一个季度的 GDP 可能也会出问题。那么这样一来，其实三重压力给到了美国，就是现在只是说一只脚。如果说一季度 AI 趋势停掉 ，Stargate 这些停掉，所有的这些数据中心的基建停掉那么整体的美国 GDP 一下降，整体衰退就坐实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说 Stargate、Meta 入局，那么可能 GDP 还能保得住大家要理解，其实现在美国的整体的 GDP 的上涨，完全是由于 AI 和数据中心的这种建设在拖的在拖高因为数据中心一建设，对吧？你的这个芯片也好基础的电力设施也好房产设施也好包括这些通信的光缆对吧？电信这些东西，其实一坨都在拉这个 GDP。但是只要这个叙事一炸，这些全部一停的话，那基本上这个衰退 GDP 就上不去了大家要明白，就是现在整体美国的 GDP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推升，这个也是我一直在说美国衰退的一个原因写那篇文章呢，反正大家能搜到的同名的某信的地方也可以去搜一下，如果你想看的话。第二个呢，我们就说美元可能短期会走强美元短期走强这个事情呢，现在呢看来是短期呢，由于伊朗这个美伊战争就是三个航母集结全球资金疯狂回流美元和美债进行避险但是最近大家发现，其实美债也没有怎么跌就是我说的美债没有怎么跌，是美债的收益率没有怎么跌，美债的收益率还在直线攀升。那么也就是说，虽然美元回流了就是美元短期就是美元指数短期走强现在已经到了99附近会不会继续涨通108、109？我不知道但是美元回流，美债并没有涨，这意味着大家在做现金为王的配置大家连美债都不去就是觉得美债现在还是大家这个反正就是现金为王我只能这么说
美债的收益率在上涨，收益率上涨就意味着没有人买。按道理说，如果美元走强，大家都去抄美债的话，美债收益率应该是下跌的啊。但是现在美债收益率还在上涨，这个呢，当然也是由于大家对于降息预期的一个判断啊。那么中期和长期来说啊，美元其实这个由于美国一只脚踏进了衰退，利差优势缩减啊，会吞噬美元，所以美元的这个走势呢，会不会继续强势？我觉得呢，就是短期来说可能会继续往上走啊，但是中期长期来看，在这个估计上限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是美元指数的上限压力还是挺大的。那么再接着说这个数字货币啊，我们先把这些说完。数字货币呢，多空对峙的一种局面。这个局面是怎么造成的呢？我讲一讲，就是首先第一，是因为波斯湾的法币啊，就是波斯湾的法币这些已经开始失效，阿联酋股市已经停牌2天啊，银行系统面临挤兑风险。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继续长期封锁，产油国得不到美元结算，取挂钩汇率结算，可能会面临97年或者98年这种崩溃啊。所以整体呢，现在就是只有数字货币这一条通路啊，给予他们一种生命线啊，就是周末呢，其实 BTC 链上的交易量已经激增了啊，这个激增呢，是有可能抬高数字货币的，但是大家要注意贝莱德封盘和黑石的这个问题啊，私人信贷这个局面啊，如果说这个局面开始了啊，黑石贝莱德有可能会首先去抛数字货币、抛黄金啊，这个大家要注意的一些风险。不是说黄金会无休止的上涨，现在已经触发了私人信贷这种赎回的请求，那么首先被抛掉的就是这些高风险无收益的资产。我一直不看好黄金，就是因为黄金没有收益，你拿着它，它不生息，对吧？它只有一个上涨的价值，它不生息，它也不创造现金流，比数字货币都不如啊！我可以这么说啊，就是不是说我要去做空黄金，我也没做空，眼目前我还是看多黄金的，只是理性告诉我说，一来了黄金肯定要被抛啊！现在大家都在这个买石油啊，就是只有石油是避险资产，那么肯定会抛黄金、抛数字货币，所以数字货币就成为了一种多空对峙的一种情况啊。那么现在这种局面呢，我就想说一说，现在这种局面就很像，美元周期收割的一种开始啊。现在是地缘政治动荡，能源价格飙升，流动性突然收缩，私人信贷暴雷，这个就是典型的流动性突然收缩。这个是这三条东西加在一起是非常符合历史上美联储加息周期尾部通过危机收割全球的典型剧本啊！大家注意，现在是周期的典型剧本。大家也注意到，全球股市同步上涨已经快2年了啊，从24年开始已经快2年了。特别是大家去看看韩国股市的走势啊，为什么这2天韩国不停的熔断，不停的这种出问题？其实这就是典型的美国的美元的收割，美元周期的收割的开局啊，包括港股啊这些比较开放的市场啊，你除了说这个你除了说这个叫什么，除了只有中国可能会稍微好点啊，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是外汇管制的，暂时来说想收割中国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流动不是自由的啊，但是也会影响啊，我只能说也会影响。那么现在看这个目前的局面，今天如果亚洲开盘的话，估计韩国股市又是重挫啊。我的感觉啊，就是韩国股市估计又是重挫，恒生也跑不了。反正这个呢，就是美元周期收割的一个开始，原油美债死循环啊。当前波斯湾局势恶化啊，触发原油上涨，对吧？这个反正刚才也说 ，Hyper Liquid 已经到了115啊，这个是利好美国作为这个产油国的出口额的啊。美国本来是石油出口商嘛，对吧？大家这个要知道。然后美元走强。全球能源交易大部分还是美元结算，高油价意味着对美元的强需求。收割逻辑啊，能源进口国，尤其是欧洲、日本啊，新兴市场被迫在汇率贬值和能源涨价的双重夹击下抛售外汇储备，资金回美国避险，这是典型的出口通胀、进口财富啊。私人信贷暴雷，收割全球还是收割国内？贝莱德和黑石的封盘行为实际上是我一直在警告的流动性紧张，这个是流动性的硬着陆信号。
精准在这个时间点去刺破一季度已经这个赎回了那么多，为什么在这周才来报这个事情？就是典型的精准爆破，收割手段就是优质资产因为流动性危机和价格暴跌，拥有核心美元流动性的财团，比如摩根大通等，可以以跳楼价完成并购和收割，这个是已经在给你做局了。所以现在我们会去做的一些标的，肯定是中小盘的一些票去买，等它被收割，等它被并购啊，就是等它的自身的流动性危机出了之后，会被这些大的银行、大的这些资金去入股啊，或者干嘛去并购。所以现在我还是建议大家躲中小盘。中小盘是不是不会跌？不是，但是中小盘这个有爆发的可能啊。你如果说真的英伟达真的 AI 危机出了，英伟达也好，美光也好，SanDisk 也好，这个希捷也好，西部数据也好，这些东西一旦被打下去，要再涨回来，时间会非常非常长。首先回暖的肯定是工业和消费，一定不是这种高估值股票啊。就是如果流动性危机持续下去，那么这些所谓的高估值的票都会被砸得稀巴烂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见解啊，至于对不对，让时间去证明啊。反正我只是说我的看法啊，至于后面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然后最后呢，就是美联储的终局博弈，现在就说会不会紧急降息啊？就是其实有很多自媒体已经在炒美联储紧急降息，就是下周可能会紧急降息的这么样一个概念。但是我的观点暂时不会，除非美国出现实质性的衰退的信号，比如说贝莱德和黑石这个挤兑私人信贷的挤兑蔓延到所有的金融机构，那么可能美联储会选择紧急降息，释放流动性来保住美国自身的金融机构啊。如果不出现大面积崩塌，私人信贷不出现大面积崩塌，只是 AI 挂掉的话，美联储大概率不会降息，因为现在石油价格太高，它要扛通胀而且只有维持利率高位，让美元继续回流，才可以彻底收割全球，吸干其他非美元市场的流动性啊。这个是收割进行时，所以这个是这一周大家需要看到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去会怎么样？接下去大概率美股还是会下挫啊，但是这种下挫可能这一次的下挫和往次会有一些不同啊。至于怎样的不同呢？我一会儿在这个充电的视频里边再说啊，我就不在这说了，好吧？然后我们就去看看下一周的一些事情啊。下一周有一些东西啊，首先第一是 CPI， 第二是 PCE。但是大家注意，下周有一个暴雷的点啊，下周有一个暴雷的点是 Oracle 下周发财报这个可能会引发整个纳斯达克继续下崩啊。虽然Oracle 反了反，但是大家也注意，它这个周五是走了一个倒跳水的行情然后下周它又要发财报现在这种状况对于它来说，如果 Oracle 出问题，周一也许是周末的战争利空引发下挫，周二盘后这个好像是盘后 ，Oracle 是盘后发财报，盘后的这个对盘后发财报有可能会引发整个AI 板块彻底暴雷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周二收盘要给自己做一些这个叫什么做一些风险对冲的动作一定要去做一些风险对冲的动作。然后这个呢是反正我们反正放在这儿，懂得大家都懂就好了，其他我就不说。那么 CPI 和 PCE 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只能等下周数据出来再看，好吧？如果说这两个也出了大问题，那下周的股市那就是直接就肯定是跳水了除非美联储紧急降息，那么我之前也说过，越降越跌这个大家可以回看一下美联储历史上降息和标普的一个走势，越降越跌。那么下周有可能引发软件的还有一个东西是下周 Adobe 发财报，Adobe 也是由于 AI 被狂杀的一家公司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呢也是由于整体软件回暖呢，它又回了回，但是下周发财报
真就可以看出来它到底受了 AI 的多大影响了反正我觉得 Adobe 还好，我觉得问题不大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大家反正到时候看嘛，好吧，我也不去太多的去做预测，因为自己本身我也不做美工的东西，我对 Adobe 的需求也不是太高，好吧，然后呢，下周呢有这个 VFF 的财报这个呢我就不在这里再过多解释，然后大家注意下周五还有 MSU 的一些数据，基本上呢下周的风险还是挺大，但是呢。会不会继续暴跌？这个真的不好说。如果说 Meta 入局了，如果说 Oracle 扛住了，那么下周可能美股还是维持一个宽幅震荡横盘那种局面。如果说 Meta 不入局，Stargate 出问题，再加上 Oracle 同时也出问题的话，那 AI 叙事估计全线要炸全线要炸，包括我之前给大家写过的文章里边讲过 ，AI 炸掉，接着就是金融机构，现在金融机构自身也出问题了，金融机构、能源供应商、水冷、通信，乱七八糟一堆的东西都要出问题所以我一直让大家躲的充电群给大家推的这些票，躲的这些中小盘的这些票也好，工业的这些票也好，大家发现其实都是跟 AI 关系不太大的东西妥妥的说，可以说跟 AI 没有任何一点关系的，因为现在是后期了，爆了雷，我们的东西会不会跌？会，但是会不会跌的像 AI 这么猛？不会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不是说你要去跑路当然你要自己选择跑路那是你的问题反正我是不会跑路的，我是永远满仓，永远热泪盈眶就算暴跌我也是忍着全仓的我不会去把仓位腾掉这个是每个人操盘的这个习惯，每个人做交易的一个习惯，或者说你自己对于自己基本面也好策略也好选股也好的一种自信至于您怎么看这个事情是您的事情好吧这个周度提要就给大家做到这里然后先说到这吧，好吧祝大家下周交易顺利拜拜。